他是陈军，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免费图书而成为北京榜样，但他却是村委会深恶痛绝的钉子户，绝到什么程度？断水断电不算，暴力威胁加道德绑架齐上阵。北京5环外的菜地即将被拆被卖，陈军却拿着摄像机开始了第一轮抗争。他不是能得到几十万补偿款的本地人，与这片大多数菜农一样，他是外地北漂的农民工，卖掉老家的房子来到这里承包菜地种菜卖菜。这些年交出的土地税都不下10万块，可是村委会和开发商的这场买卖，菜农们只能得到1万左右的补偿金，并且必须在1周之内撤离。陈军承包眼前这块地已经15年了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守着1亩3分地，辛苦劳作，谈不上事业有成，但也起码能让全家温饱。现在不止丧失了经济来源，所谓的补偿又是那么微薄。陈军坚决反对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儿，可是大多数菜农纵使心有不忿，却也还是无奈的妥协了。一辆推车就装满了10几年的家当，菜农们人一走，施工团队就过来拆了房子，推了菜地，四处一片狼藉与破败。陈军的菜地当然不能幸免，他拿着摄像机过去阻拦。你干嘛呢你？啊？你干嘛？你干嘛呢？你是干什么？这边待着去，这边待着去。再发现我揍你一份啊！你敢把刀杆，你敢把刀抬起来就那打，是吧？打吧！你知道大队给钱了吗？给了吗？给了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你敢开是？我当然敢，你敢开是？敢开我就敢开。你别推我行不行？我干你什么事？陈军的镜头被他摇晃，他的菜地没有逃脱被推的命运。隔天，大队就来人要剪电线、拆电表，他们不愿意被一个菜农挡住财路。陈军夫妇过去阻拦，却被拉开。为什么要给他？这表是谁的？这表是你的吗？这表是我的。拿单子，你拿单子，你拿单子去。那你们凭一个钱呢？这是大队，这是我集体的东西，我要收回了。你拿你的单子来，我看。这是给大队给陈军配的表。这个枪我给你接，我认。旁边的负责人显然不想跟他多谈，一个一言不发的走开，一个把头高高扬起，扔下2个字：腾房。这哪里是腾房，分明是让人滚蛋。断水断电，陈军的老父亲和施工的人起了争执，被打。他的母亲一把年纪，抱着孙女一脸心酸落魄的听讯。陈军的妻子报了警，来的人中规中矩的拒绝。拆迁的事儿找什么警察呀？他还颇为贴心的提示，想举报先去验伤，拿着报告找有关部门，冠冕堂皇，义正言辞。话音刚落，对方却大摇大摆，慢慢悠悠的离开了。而被打电话叫过来的电路公司更是表示莫名其妙，如果想修好电路，先得从大队那儿把电表拿回来吧，其他的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夫妻俩看着电线杆出神，他们也没了主意。晚上没有电，孩子怕黑，被吓得哇哇大哭。到了深夜，他们在床上点起了微弱的烛光，照亮简陋的一餐时，谁都没有动筷子。忽然，一阵压抑的抽泣声响起，躲在角落里的老太太经历了一天的担惊受怕，不知所措，她的情绪忍不住崩溃了。一家人更加沉默，也更加不服输。他们吃饭用煤气，每天清晨出去抬水。村委会准备强拆，陈军爬上挖掘机，不甘示弱，与村委会据理力争。这不明白？这是我的路，我从你的路，你的路，这你的路啊！走了10几年了，在这住了10几年了。这我的地，不是我的地，我敢上这施工来吗？我说我的路啊，这是我的路啊。你的路，你的路呢？哪写你的地啊？啊！你把证件拿出来看看。我证件，你凭什么看我证件啊？那你凭什么查我的路呢？谁是你的路啊？这是我家呀，这是我的路啊。你家？田子给你留路了。不是你要干嘛？你把路修好了。我修。别。骂人！我骂你怎么着？他的父亲坐进机器翻斗里，施工的脚步最终停在了这所房子的周围，而真正的持久战现在才正式开始。陈军开始学习法律，钻研农民与土地之间更深一层的关系，给记者报社打电话反映情况，开始频繁出入网吧，艰涩的敲打键盘，将所遇所见发微博求助帮忙与建议，也不止一次的走进国土局，要求公开征地咨询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这一家人还是好好的生活。春天，陈军种上足够一家人吃的蔬菜，夫妇俩走遍北京郊区，拜访那些像他们一样的钉子户，断电长达16年的老人，思路活络的青壮年，推荐给他们持久耐用的发动机电瓶。陈军受到启发，趁着黑夜点起了蜡烛，接通了水井。夏天，陈军蹒跚学步的女儿与大公鸡和流浪狗一起玩耍成长，偶尔倾盆大雨，他们左堵右疏，好不忙碌。秋天和冬天，自有时令的瓜果成熟。这样的春夏秋冬，陈军一家过了5年。这天饭桌上，陈军父亲的一句话让夫妻俩沉默下
来，女儿一天比一天大了，该去哪儿上学呢？陈军推己及人，在这样不够发达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儿童乐园，为周围农民工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费图书和玩具。对他避之不及的媒体很快反应过来，又是采访又是褒奖。没过几天，陈军西服革履地参加了颁奖晚会，他被评选为北京榜样，站在恢宏的舞台上，温润张扬的明星后合影留念。梦一样的颁奖礼结束了，陈军一家就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，嘴里不住地说2个字儿：省钱。省钱。妻子怀孕了，在北京做一个 B 超，排队都需要20天不说，价钱更是贵得不行，比老家高了6倍有余。踏上了张家口的土地，陈军第一时间开始租房。这个农村的院子杂草丛生，起码看上去窗明几净。老家虽然花费不高，但相对的环境没有那么舒适，简陋的待产房连个护士都没有，硬板床硌得人实在不舒服。陈军从家里带来厚棉被，在一旁安慰疼得睡不着的妻子，等最难熬的时候过去。孩子顺利出生，陈军带着大女儿来到老家的土地前，为他细数自家拥有的土地。说着说着，陈军哽咽起来，泪流满面。20年之后，这片土地并不属于女儿。等妻子坐好月子，陈军带着妻女回到北京，与父母在房前合影，回屋摘下那张北京榜样的合影。一家人收拾好东西，推着一辆小三蹦，缓缓离开了这片奋斗了20年的地方。没有合法住所，子女无法在北京上学。远处城市新的高楼正在建成，陈军一家渐行渐远。他们是那样渺小，又那样温馨。在中国，有2.4亿农民工，他们选择来到城市打工，但由于户籍制度，他们并不属于城市，也无法在城市长久定居。如同陈军，付出了人生中最美好的20年，前15年努力奋斗，辛勤劳作，一朝突变，城市扩张，本以为属于他的土地，到头来竟都是一厢情愿，没有得到足够合理的补贴。陈军一家人开始了长达5年的坚持，陈军甚至成为了榜样，却终究一无所得。故土回不去，城市融不进，最后让一家人妥协的还是子女升学的现实问题。这样的题材与群众，我们无法单纯的从法律层面来分析它，但我们能够看出的是，陈军一家那一季又一季的时间里，认真努力的生活着，牙牙学语的子女也在一点一点长大。他们并没有失去乐观生活的信念以及对于未来的希望，并且这种积极与勇敢、恬静而温暖，将会传承给下一代，何其美好！我是焦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